好，我是 CJ。今天呢要去帮一个餐厅拍一个菜单啊。餐厅就是之前有介绍过的一个牛排店，在景美。如果还没看过那支访谈影片，可以去看看。相信有一些人对一个摄影师平常接案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或者是有兴趣想要踏入这块行业，或单纯你只是喜欢拍美食，然后想学一个摄影师拍摄的技巧。接下来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那现在是早上9点多，等下10点跟人家约在就餐厅门口见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Go。哎，人家就到了。OK， 那我们现在到餐厅了。我们通常到餐厅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和业主讨论一下今天要拍什么，需要哪些镜头，需要哪些画面。然后跟他使用的场合等等都需要做讨论。拍实物摄影通常会分，就是有些是按张数收费，有些是按小时收费，就是这些都是事前要先跟业主讨论的。OK， 那我要讲一下，通常拍这种食品摄影会用到的镜头。那我通常是会准备2颗，一颗是像这个 macro， 也就是微距的镜头，因为这样拍商品，如果拍比较细微的地方，像我今天是要拍牛排，它上面的一些肉质血丝都会拍得很清楚。我会准备第2颗是这种5cm 的标准镜，通常这个会拍类似就是全景的情境照，或者是一些上面比较大的，会使用到这一颗。那为什么不会选择像广角等等呢？因为第一，近距离的话，广角变形的很严重，那画面基本上会比较难看。那第二就是拍食品，你要知道说你今天看主题是什么，所以会用比较近的焦段，然后看得比较清楚。哦，对了，刚才还没有讲到，就在拍食品的话，有些人会选择用3脚架固定相机。那我本身的习惯是想要多片的镜头，通常就是手持，不会用3脚架这样。今天因为我光线主要是在 Aperture 的300X， 那这台它基本上面光量是够的，所以我不用担心就是到时候画面太暗的问题。然后因为它色温可以调，暖一点的色温或者是冷一点的色温我都可以调得出来。其实以前我会用闪光灯来拍食品照，为了它就是画面能够够锐利，这样子。因为你光圈如果抓到比如说11.8以上的话，画面就够锐利。因为我知道这个业主可能他使用的图片的需求有可能是放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印小的菜单，不会用到这么大锐利的照片，所以我会选择就是用持续灯，然后这样也比较方便不用等一张闪光灯还会要回电的时间，所以我会用持续灯来拍。那副灯我会用这一台，它也是 Aperture 的 Amaran 是不是？不太确定。然后我会用它来补一些边缘光，或者是补主体阴暗的地方。那其实它这个灯其实也是相当足够的。所以今天就是2个灯。就是说平常有时候我没有带到这个的话，我就会使用反光板，然后做一个补光动作。那前面就算光照亮一下所以要稍微适时的补，那不能超过主光的亮度。我有自己带光的关系，所以我会希望就是餐厅里面灯把它关掉。有时候因为现场的色温不太准，然后它的位置你也不能掌握，所以我会尽量多带自己的灯。那如果说今天都没有带灯的话，我可能就是用一个自然光的方式来拍。然后现在来讲一下，你在拍商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面桌面就是你要摆拍的位置，看是什么样的材质。今天这个木纹，其实我觉得质感有点不错。买一个像是这种材质的一个背景，那2种材质可以看到有些区别的。那因为今天业主是希望拍比较明亮的风格，我2边都是用太阳光的色温，大概5600左右，观察它因子的变化。可能这边相机的设定的话，我会选择重点测光，然后色温5600。那我刚才测大概是光圈，如果你开2.8，要前景深的话，它的快门速度大概1/6，然后 ISO 记得一定要稍微小一点，这样画面才能够用。如果 ISO 太高杂讯太多，这样也不行。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 setting， 然后我现在就要开始拍了。
好，那客户会要求就是你要有可能有3种照片，一种是情境照，那第2种就是俯拍，那第3种就是可能会用它去背。那主要还是一个美感的培养啦，平常要多看一些杂志或者是一些美食的节目，让你知道说怎样拍食物会比较好看。通常不外乎就是要层次要对比，那要拍到食物的细节，让你觉得光看照片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除了视觉之外，有一种味觉跟触觉的一个相呼应，这样。你看那个小孩多厚？老板现在我拍饱，什么要求？现在12点42，已经来了快3个小时了。我们拍10道，现在好像拍到大概第7道左右，快要结束了。基本上面就是这样的，就是前面几套，因为你要调光、调角度，要商量画面是不是要的，所以会稍微慢一点点。后面几道就越来越快，因为基本上面布光不会变，那构图就是那几样，所以会速度越来越快这样。那我估计大概1个小时内，接下来的3道会拍完。OK， 继续，加油！好啦，我们拍完了，谢谢老板今天招待。其实拍这个食物啊，就是每个人摄影师拍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就是我照我最想要的方法拍。当初也是看很多影片，然后问很多人才知道大概要怎么拍，所以现在有机会做影片就拍给大家看哦。照片的处理的部分就会在下一个影片做介绍，包含怎么编修这个食物的照片，颜色要怎么调等等，编修的一个工作流程，大概就这样子。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